赵恒多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的一段台词竟然火了30年。无论怎么讲，会战并列是80万对60万，优势在我。1986年那一年，《血战台儿庄》上映，直接掀起了一场观影热潮，而赵恒多饰演的蒋介石成了整部戏最大的惊喜，甚至轰动了两岸三地。当时台湾不少老兵偷偷找来影片观看，当看到赵恒多饰演的蒋介石出现在荧幕上，说着熟悉的语气，做着熟悉的动作时，不少老兵当场红了眼眶，有的甚至忍不住落泪。更夸张的是，当时街上有不少当过兵的人，不管是路过影院看到海报上赵恒多的造型，还是偶然听到影片里的台词，都会下意识挺直腰板，甚至有人条件反射的敬礼。这种场面放在现在根本不敢想，但在当年确确实实发生了。没人知道这些轰动的场面背后是赵恒多3个月的苦功。为了演好蒋介石，他通过八一厂和政协的合作渠道，找到了几位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比如宋希濂、杜聿明等人，天天泡在人家家里，不聊别的，就聊蒋介石的日常。他不打听什么惊天秘闻，就问一些小动作、小习惯。蒋介石吃饭喜欢先夹哪道菜，说话时手会怎么放，生气的时候有什么下意识的反应。聊来聊去，他终于摸清了关键，蒋介石生气时手杖会先拄左脚，嘴角还会微微抽搐。这些小细节他都一一记在本子上，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，就连走路的姿态、抬手的幅度都要复刻到和蒋介石一模一样。也正是这些细节，让他的表演跳出了反派的脸谱，变得真实可感。血战台儿庄让赵恒多一战成名，但真正让他封神的其实是1990到1992年上映的大决战3部曲。而这部戏的选角当时闹得满城风雨，赵恒多能拿到蒋介石这个角色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。当时最热门的人选根本不是赵恒多，而是孙飞虎。看过西安事变、巍巍昆仑的人都知道，孙飞虎当时已经是公认的蒋介石专业户。他演的蒋介石一句娘西皮火遍全国，眼神里的阴狠劲儿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反派。导演组一开始也偏向孙飞虎，毕竟他有经验有口碑，不用多费心思磨合。但试镜结束后，导演组却毅然放弃了孙飞虎，选择了当时已经61岁的赵恒多。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不少人都质疑导演组是不是选错人了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两位演员风格不同。孙飞虎的表演更偏向戏剧化，突出角色的权谋与冷峻，塑造的是偏标签化的反派形象，而赵恒多更注重还原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，既是统帅，也有野心、无奈与自负。蒋介石除了是反派，还是一个军事统帅，他身上得有气场，有城府，有作为领袖的复杂感，而不是单纯的坏。赵恒多就不一样了，当时他61岁，不管是神态还是体态，都和3大战役时期的蒋介石高度契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参军经历，从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一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，身上自带一股军人的素养。更难得的是，赵恒多对蒋介石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刻。他知道蒋介石不是一个扁平的反派，他有野心，有谋略，也有无奈和不甘，这种复杂的情绪才是这个角色的核心。拿到角色后，赵恒多没有丝毫放松，反而比之前更拼了。他发现了一个比模仿小动作更难的难题，蒋介石的口音，也就是被语言学家戏称的三合油。原来蒋介石说的不是纯粹的宁波话，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，而是宁波话、普通话加少量上海话的混合体，发音奇特又很难模仿。为了复刻这个口音，赵恒多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蒋介石历史影像，包括公开演讲、私人谈话的片段，每天对着录像带反复听反复练，一句一句模仿，有时候一个词他能练上一整天，直到发音语气都和蒋介石一模一样。他还专门请了语言专家指导，纠正自己的发音细节，就连语气的起伏、停顿的节奏都反复打磨。为了练一句台词的发音，他熬到深夜，嗓子都练哑了，也不肯停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到最后他的口音简直和蒋介石本人神似，甚至被写进了北影的教学教材，成了特型演员模仿口音的范本。而真正让他一战封神，台词火了30年的，就是淮海战役里的那一句80万对60万，优势在我。拍这场戏的时候，赵恒多完全进入了角色，他坐在军事会议的主位上，眼神坚定，语气里满是盲目自信，甚至带着几分不屑，说出这句话时眼神里的自负，把蒋介石当时的心态演得活灵活现。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没有夸张的表情，就一句台词，一个眼神，就让人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刚愎自用、高估自己的蒋介石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和毛主席的扮演者古月在影片里虽然没有同框对手戏，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隔空较量。
古月演毛主席时会刻意放慢语速，语气沉稳大气，体现出领袖的从容不迫。而赵恒多就反着来，在军事会议上，他说话节奏很快，语气里带着急躁和焦虑，一快一慢，一稳一急，把国共双方的对峙渲染得格外焦灼，也让影片的张力拉满。大决战3部曲上映后，直接横扫了金鸡奖7大奖项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。30年后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这部长达659分钟的影片，即便时长超长，上座率依然超过80%，不少观众全程专注观看，不愿离场，足以见得这部影片的魅力，也足以见得赵恒多表演的传神。如今赵恒多已经离世，但那句80万对60万，优势在我，依然被人反复提起模仿。我们知道他的成功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和对角色的敬畏。